澳大利亚就公布了它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国防改革计划，其中9次就提到了中国，强调了所谓的中国威胁。澳大利亚的构想是要成为地区的小美国，那么它是否就意味着要替代美国的作用呢？也是否意味着会不会在将来军事介入台湾问题呢？欢迎来到张斌观察，我是张斌。澳大利亚总理阿巴尼斯呢，在议会大厦公布了他那个国防战略评估报告这是他们几十年来的一次重大的一次变化。那对澳大利亚未来的国防政策、军队建设进行了一个全面的评估，做出了很大的更新，做出了很大的修订。其实说透了吧，这就是澳大利亚的一个军改方案。那么这份报告里边主要是强调了这么几点。这第一呢，美国不再是印太地区单极的强者第二一点呢，中美的竞争会是未来地区性的一个时代特征换句话讲，未来太平洋地区那中美竞争这是一个最核心的一个矛盾。第三呢，就是中国呢，澳大利亚认为中国已经是地区的这种系统性的威胁和竞争者，他所提的这个竞争者，其实他就是当成对手来看的，要搞这个对抗的。第四呢，澳大利亚呢应该成为地区的军事强国，成为地区的强大的一极。那么通过他的这些评估来看澳大利亚的整个这个战略上的评估和定位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那么后续为了这种战略上的调整，它一定会有很多具体的一些做法。那么我们怎么来看澳大利亚它未来的一个趋势呢？第一首先我们看澳大利亚不是说了吗？美国不再是印太地区的单极的强者。那这句话是不是就说意味着澳大利亚我来替代你美国这个作用呢？其实也不是，就是它这个里边并不是澳大利亚要替代美国，因为本质上的澳大利亚和美国它都是这个昂萨海洋霸权的这个组成，说透了他们是亲兄弟，它不是说要替代美国，反而呢是要把自己更深的镶嵌在美国的这个战略之中它这个关系就更加的密切。它只不过是在某个地区看到美国的整体实力有所衰减的情况之下，它来替代美国的这一份作用，而不是把美国搞掉。第二一点呢，我们可以看澳大利亚未来的做法，它会依靠奥库斯同盟这个框架来进一步推行它的各种所谓军事的改革。其实主要还是要增强它的军事能力，比如说核潜艇的问题，它是一定会搞下去的。这第三呢，澳大利亚在这样搞的同时，根据现实的实际情况，它又不会放弃和中国的经济方面的往来和经济上的合作。澳大利亚也清楚，中国是重大的这个经济合作伙伴，很多经济收入要从中国这边来，因此澳大利亚就选择了一个在政治、在军事上采取这种对抗的这个姿态。那么在经济上呢，又想和中国搞好关系。很显然，这种思路是非常的矛盾的。它能不能走下去，未来我们再进一步的去观察。第四，澳大利亚它会不会在未来来介入台海问题呢？我们看它现在公布的这份国防战略评估报告，它并没有特别多的提到这个台海问题、台湾问题，反而它更多的是强调在南太平洋地区，也就是说，澳大利亚未来的重点它会放在南海地区，它会放在南太平洋地区那么台海地区就不会是它的重点。因为我一开始就说了嘛，澳大利亚它是把自己深刻的镶嵌在了美国的整体战略布局之中。在美国的整体战略布局之中呢，西太平洋地区这个台海问题主要是依靠这个日本还有这个台独力量，现在又把韩国给拉在一起。当然韩国主要它是作为韩日一体它来考虑这个问题的，而这个澳大利亚呢，在台海问题上并不是美国想要让它发挥重大的作用。当然了，你说从政治上、从象征性上，在必要的时候做一些军事上的一部分的这个支撑，这种可能性还是有的。